欢迎您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现在介绍特别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挺言。张延廷，sorry， 对，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因为字真的太像了，我每次都会稍稍有一点失误，不好意思。好，我们当然在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讲到一个话题哦，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好，因为现在这个习近平也见了这个苏利文，那苏利当然是美国这个白宫国安顾问嘛。那习近平也向苏利文说了，中国有3个没有改变，希望相向而行，找到美中的一个相处之道，看起来好像蛮融洽，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哦，习近平29号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见了苏利文，那习近平就有琢磨到美中的关系哦，说中国大陆有3项没有改变，所以希望美中之间能够相向而行，将彼此的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找到2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他说，大家对于历史人民、对世界负责、对世界和平的稳定来源有共同发展的推进器。好了，反正就是长篇大论。那习近平还特别强调，希望美方用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好，苏利文见到习近平之后，当然有转达拜登的一些说法。路透社报道，苏利文告诉习近平，拜登致力于管理美中2国的关系，避免冲突，并且期盼在未来几周内要跟您洽谈。这句话是个重点。好，几周内有可能是在 G20 吗？有可能在 APEC 吗？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双边的互动呢？好，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说，双方就2国元首近期展开新一轮的互动有进行讨论哦，但是目前没有可以补充的讯息，所以是不是还在私下的磋商呢？但我们看到习近平接见苏利文，是不是也有释放一些重要的讯息？因为这是拜登退出2024年总统之后，苏利文访华镀金的用意。这个很多人说是相当明显的，这是港媒香港01说的。他说，中国方面不只有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出面嘛，跟苏利文会面。那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又侠也见了苏利文。那苏利文3天的访问的最后一天下午，习近平的接见让整个行程有一个完美的结束。好，那在拜登政府的最后时刻，邀请苏利文访华，那到安排整个行程啊，他说中国做这些也许不会让美中有立刻的重磅进展，但对未来4年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状况呢？因为毕竟苏利文现在是拜登的幕僚，那未来就是一个过去式了，所以是没有用的。但是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因为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但问题是，美中之间一定会提到一个很敏感问题，就是台湾了。好，台海问题很敏感。那握手画面曝光，习近平跟苏利文见面之后，中国大陆的官媒央视就说，苏利文向习近平重申4不一无意，也表示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没有改变的，没有意将台湾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工具。好，那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说他也见了一个军方的这个张又侠吗？那张又侠这边根据中国大陆的国防部消息说，张又侠跟苏利文会面的时候也强调说，中方始终致力于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一个核心，是美中关系政治基础的基础，是美中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关于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是水火不容，所以就说台独这件事情跟台海稳定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共存的，就对了。好，那美联社也指出说，这是中国大陆官方一次跟美国官员的罕见会面哦，因为真的是蛮罕见的。那张又侠在开场白也对苏利文说，你们要求跟我会面，这表明了你对军事安全和我们军队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性。那我们再看苏利文也提出说，这个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方对南海自由航行权的一个承诺议题，双方也同意近期要举行一些战区的指挥官通话。而且2个人王毅跟苏利文2个人是谈了11个多小时，超久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苏利文有一些小心机存在，因为陆媒发现说，苏利文这次带的人都会讲中文，就所谓的 Chinese 有没有？好，玉渊谈天说，这一次的几乎都会说中文。
那苏立文在2015年的时候来华参加读懂中文的国际会议，也曾经有过。那这次的访华行程派出这么多会说中文的代表，是不是希望真的能读懂中文，还是他怕会有一些误判？所以是不是要有会懂中文的人来进行一些协调？好，苏立文说，我们这次来访的人很多人都会说普通话，而且非常流利都跟中国还有美中关系有丰富的经验。那这个玉渊谈天说，这个苏立文这次的随行人员有所增加，也反映说他们希望跟中方有更深入的发展。不过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法萨诺白宫国安会的政策顾问他说，不仅在上大学时他是有这个短期修了一些语言的专业，他还通过了美国大学在华短期的汉语培训，然后还到了上海东华大学来学习过汉语，这是他其中一位这个幕僚。那另外一个幕僚就是贝沙兰，他也作为美国国务院外交官派驻过北京工作，所以也有相当流利的中文，那也对于亚太相关事务都非常的了解，而且他还会说日文，相当的厉害。那 BBC 则是解读说，这个苏立文北京行是要防止美中关系的失控。那他说是不是有一种季辛吉的模式说这个恢复了季辛吉以来的模式，这种模式之下，美国国安顾问直接低调的跟中国对应的官员打交道，以应对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压力。好，不过季辛吉对我们台湾来说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个印象，比较负面一点点。好，但是这样子的局势，现在美中关系，我们来问亮哥。我觉得几乎都是照本宣科啦，那中国大陆对美国也没有任何期待啦，坦白讲也没有任何信任啦，那对拜登政府所讲的话，他从来不相信啦，事实上从旧金山峰会以来，那个拜登政府讲的话从来没有实现过啦，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没有期待。这次事实上是苏立文希望能够去中国，那王毅后来就用邀请的方式给了他面子啊。那事实上，苏立文主要的他就是想要争取具体的有几点啊。第一点就是美国现在的5艘航母，3艘在大西洋，2艘在中东，其他6艘都在国内维修，所以西太平洋是处于没有航母的状态，所以他们非常担心西太平洋要出事。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要确信，在这个俄乌战场跟中东战场之外，不要有第3个战场尤其是菲律宾，我讲的是南海所以主要是因为你虚弱嘛，你才会来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拜登一直有一个幻想认为他在卸任前，中美他要有一些里程碑吧那我认为这个就是幻想啦，这跟他心智有问题是差不多的啦就完全是幻想啦。所以他就请苏立文来说，我可不可以访问中国啊？那可不可以跟习近平见个面啊？那中国大陆的回应大概就说好啊，我们可以做个通话。他的英文叫做 planning a call with Biden 所以未来会安排2个人正式的视讯通话那我认为拜登要访问中国可能性非常低啦，因为11月5号之前，中国大陆干嘛得罪川普？那11月5号之后，不管谁当选，你拜登已经没用啦所以我认为可能见面的地方应该是南美洲啦，就是11月中，大概不是在 APEC 秘鲁，就是在 G20 的巴西嘛，就是这样，那就是会中会了所以我大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满足了苏立文的一个目的啦，所以他见了张又侠嘛，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东部战区跟印太司令部之间建立一个沟通管道。那这个中国同意了这个算是中国对他的让步了，给他的礼物了我觉得大概就只有这样而已了，其他都是各说各话了，没有任何进展那也不要寄望2国会有突破了，因为中国大陆据我了解，对拜登政府是完全不信任因为拜登政府讲话从来没有信用过所以这种政府他应付只是一个敷衍因为布林肯、苏立文跟拜登讲的话都跟废话一样从来没有兑现过
所以我觉得就是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了。好，那当然，因为现在这个美中关系比较紧张，而且美国正在选举哦，所以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美方的互动，当然也跟台湾一样，也都蛮谨慎跟小心。我们接下来问教授，怎么看现在美中局势？美中的局势确实啊，这次的访问有跟没有，其实是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也不会有结构性的变化啊。但是苏利文是完成任务了啊，因为习近平愿意会见啊这个拜登了啊，所以已经谈好。那也就是说，习近平同意了，可以了，先来一个视讯电话嘛，啊，那也就几个礼拜以后，习近平跟拜登会有个视讯电话，如果谈得还可以，谈得好，那反正你已经要下课了嘛，啊，那9月啊11月，要不就是在集团体的巴西啊，或者是在秘鲁，那么再见个面，我犒赏你这4年以来的辛苦努力，你也该下去休息了。我想。最后一次的礼貌性的会面，那有可能发生了，所以苏利文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了。但是问题是在于，苏利文他代表的美国，那他也说贺锦丽的政策跟拜登是一样的啊，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啊，完全没有变化。他的政策是怎么样呢？我想苏利文一上台的时候就讲得很明白。后来的这个美国驻中国大陆的大使伯恩斯，那么再做了一次的诠释，是最新的，也都讲得很明白，就是过去10年跟未来10年，美国的任务就是要遏制中国，不让中国大陆超越美国，所以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但是他们是希望啊，在遏制的过程中，不要造成中美直接打起来，他们的目的只在这里而已。苏利文这次来就是想探这个底线，打起来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啊，这个底线在，所以他是想探这个部分。那中国大陆也知道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探打起来的底线，所以也就释放出强烈的讯息了。那苏利文主动讲出美国人过去他不愿意讲的话，但是他承认了。那他的讲话是这样，他说我们不会寻求，不会用台独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哎，你怎么自己讲了？就是这是苏利文自己讲的，他自己说我不会用台独来作为一个工具来想办法遏制中国的发展，那他自己讲出来的。这你也相信了？不是没有，我的意思是他自己讲出来了。他自己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般就知道你就是在玩台独，你用台独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我们都知道。然后他这次他自己承认，他们就是在用台独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他自己承认了。哎，这句话倒是太有学问了，就他承认美国人是这样做，然后他说我不会这样做。那刚刚郑亮讲了，你也相信了，当然没有人会相信嘛。哦，那也就是说你会继续做。那台独的你听到没有？美国人就是把你当成工具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其实这个道理就很明白了。苏利文把他的底都讲得很清楚，你还听不懂，那你真的就是按照蔡英文所讲的，你故意装睡。可是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政策也不会变，为什么？他继续发展他自己的。10年以后他超过美国，20年以后他大大的超过美国，在那个时代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到这个阶段里面，他该打就打。我觉得在大陆来说，他就是2手了。1手继续在发展自己，2手该打就打。那怎么该打就打？张月霞讲的就明白了，有台独就没有和平。你什么时候宣布台独，什么就是战争。我觉得这个底线讲的再明白不过了。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怎么打台独牌，其实我觉得张幼霞他放出来的讯息很明白，不管你怎么打台独牌，一旦打台独我就打。那管你怎么讲，你们怎么讲怎么动员都没有用，我就是一定会打。我想这个讯息也讲得非常的明白了。好，确实这样子看起来，双方都把底牌有点亮出来啊。严廷副司令怎么看？我认为他这个苏利文呢，也见了张幼霞，他是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所以在军事这一方面，显然这次苏利文也蛮重视，一定要跟他见个面来谈一谈。我认为的主要是谈海的问题，因为也包括南海，因为南海的话，这个那几个包含黄岩岛，包含这个仁爱礁，或者甚至我们讲的仙宾礁这一方面的问题，也造成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之间这一方面，因为的岛屿主权有一些对峙，有一些驱离。
但是我认为还是要回到台海。那台海尤其是说我们讲的军售这一部分，那军售的这一份，一个是质，一个是量的问题，那一定会提到817公报。那817公报对质跟量都有做限制。那美国在这一方面要听，中共一定会听这方面的要求。那美国在这一方面它会有考量。那考量的话，至于美国方面考量如何，我认为美国还是会回到它的原点，它一样对这个对它的对军售的值，它会有所管制。但是对量来看，美国当然希望多益善嘛，能够有钱赚，能够多卖一点。对美国来讲，军工复合体来说，正好有这个市场，有这个需求。所以对值它可以有所管制，刚刚有交代，对值它有做管制，只是对量没有，换句话说一半一半嘛。对值有管制，对量它没有设限，对不对？继续按照它市场能够做越大越好。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它原则上是在这个两岸之间，它还是会站在这个我们讲到它的市场考量，军火市场的考量，它不会轻易答应包含质量双限制，它只会限制单项。一直下来也都是如此。第二个，我认为它会在这个南海问题，这个自由航行，这个还是它的原则。所以它的美国的军机、美国的军舰在台海也好、南海也好，它虽然讲归讲，它还是会做它会做。然后不定期的巡弋、不定期的活动，只要不要进入12海里的这个范围之内，它在这一方面它会特别强调。然后也对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做战力展示，表示美国在这一方面，它的军事的影响力，还有区域安全在这边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不愿意放弃，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最起码，苏立文见到了张又侠，有在这一方面有做表态。那我认为，苏立文能够见到习近平，表示他的姿态有稍微放软，没有放软，可能见到王毅就没有了，就结束了。那可能他姿态有放软，在某些方面，他可能有一些让步，有些我们讲到应该是讲说。让步不至于，但是可能会有些承诺，比如说台独的红线，所以他讲过了嘛。苏立文又提到了，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他就是强调一个中国，他没有强调是说会有一中一台，或者对台独这一方面，他是比较积极的，会更公开、更力挺，他没有，也是一样，不支持台独，一向是美国的政策，所以看。苏立文在这一方面态度最起码有所调整，才能够见到习近平。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关心的还是乌俄战争这边的战局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俄罗斯这边境内烽火处处，所以乌克兰的特种部队有一个摧毁蓝宝石系统的一个计划。好，因为在库斯克战场，俄军似乎还是拿乌军没辙，所以一度派出了一个小规模的部队进攻了乌军的第225营位置。但是早就被掌握行踪，而且一一击退了，所以看起来俄军现在也有一点这个士气没那么好。那乌克兰也宣称在库斯克摧毁了俄罗斯的蓝宝石电子战系统。那至于早落入乌军的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则是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但我们看到俄军4天内也是3度的空袭乌克兰。我们之前一直讨论到说，看起来虽然乌克兰是有进攻俄罗斯，但俄罗斯这边都是老神在在。我们看到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也再度以飞弹以及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各个城市。但大多数被防空系统成功的拦截，没有造成严重的灾害跟损害。但是这是俄罗斯在4天之内第3度的对乌克兰发动一个大规模的空袭，所以看起来这个乌克兰现在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的紧张。那英国天空新闻则说，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表示，俄罗斯的军队空袭乌国能源的基础设施，所以现在乌国很多地方都接近一个全面停电的状态。那基辅经济学则是预估说，俄罗斯侵乌以来，俄军已经造成了乌国的能源基础设施大约是新台币5664亿元的一个损失，真的是一个大大天价。不过我们看到莫斯科也说，
你要打我们，你要进攻我们，我们也占了你们乌东的2村啊，而且他们持续朝了一个波克罗夫斯克来进行推进。俄罗斯他们是说，他们已经攻下位于顿内茨克州还有卢甘斯克州这乌东的2个村庄，而且他们说28号他们也进入到乌克兰东部的诺和罗迪夫卡村，这个距离乌军东部5条公路还有1条铁路交汇的波克罗夫斯克只有8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乌东最大的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是俄国东部攻势的一个主要目标。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周三就说，这个情况非常的困难。好，所以看起来乌俄战争一定还会持续下去，因为打得没有完毕。好，但是我们首批的这个西方援乌的6架 F16也有给这个乌克兰嘛，但是状况不太好。26号有1架坠毁了。那在这首批美制 F16抵乌不过几周的时间就发生这件事情，确实士气是有一点点低落，而且有知名的飞官是阵亡的。但我们看到欧盟对于乌克兰还是有在帮助哦。他说已经从冻结俄罗斯资金里头拨了巨款来给乌克兰增产军火，是14欧元的价钱，希望让乌克兰来自制军火。而且要讨论的是解除援乌武器用于俄国境内的一个限制，这是欧盟在帮助乌克兰的部分。好，美国防长也将在8月30号会见乌克兰的防长，来讨论对库尔斯克州的一个攻击。那五角大厦的副发言人就说，他们的 Austin 就是美国防长要对8月30号会见美国的防长，讨论这个库斯克州的恐怖主义的攻击行动。那美国媒体新闻周刊则说，美国一名退役的4星上将认为，乌俄战争将按照西方政策的制定者决定的方式来进行结束。好，那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局长则说，美国通过了这个核武器政策，正试图使国际安全秩序失衡。他说，遗憾的是，二战和冷战的教训很快就会被那些从中获利的人给遗忘了。所以很多人就解读，这些话是不是在嘲讽，如果真的再发生一次大战的话，这主使者就是美国呢？好，那欧美既要银又要天然气吗？现在还有一些欧盟国家，像是奥地利、匈牙利跟斯洛伐克，他们仍然是继续通过乌克兰的输送管道来获取俄罗斯的天然气哦。但是大家记不记得欧盟之前有说，2027年以前要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一个依赖，所以这是不是在说空话？不过泽伦斯基他说，其实这个协议在今年年底到期之后，我们就不予延长，就真的结束了。他们不会花更多的钱要让他们的工业竞争力降低。但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泽伦斯基又发出一个讯号说，俄罗斯正在跟亚塞拜然这边磋商，要用亚塞拜然的天然气来取代过境乌克兰的俄罗斯天然气。但是问题是，乌克兰跟亚塞拜然之间没有共同的边境，所以这就变成说，好像还是必须要透过俄罗斯的管道来进行一些输送。但是这是上个月7月的事情，8月18号我们看到普京他也到亚塞拜然了，展开2天的一个行程。所以很多人说了，是不是有可能普京也在布局亚塞拜然？那这个泽伦斯基的石油计划是不是有可能会卡关呢？我们请亮哥说明。这个你刚刚讲到，俄军逼近红军村8公里啊，这个恐怕比库尔斯克还重要啊。就乌克兰即使能够占领库斯克州的部分地区啦，可是它的战略价值远低于红军村啊，因为红军村大概是顿涅茨克往东啊，那往东出来就会碰到。就是这个地方就是5路1铁的交汇处嘛，一个核心枢纽啊。这个地方如果被占领啊，那乌克兰恐怕这个从顿涅茨克再往前就是德涅伯河了，那中间就是一块平原，所以就变成无险可守了。所以这个战略价值是远高于乌克兰目前在库尔斯克占领的苏贾啦。苏贾只是一个天然气的加气站嘛，所以你刚才会提到说。会不会影响它的天然气进出嘛？可是泽伦斯基现在讲这种话说我们12月31号之后就要关了，那搞不好使得欧洲更希望这个战争赶快结束。对啊，你这种讲法不是逼人家希望你赶快结束吗？或者希望你赶快下台？这个我是觉得有一些迹象真的值得观察啦，比如说
乌克兰怎么会 F-16会掉下来呢？因为据我了解，俄罗斯是奖励你只要打下一架乌克兰的 F-16，奖金是1500万卢布了，有奖金哦。第一架，然后是企业界出的哦，那1500万卢布相当于台币大概550万，所以这个等于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吧？至少 F-16会变成目标啦，那 F-16是有指标性的啦。因为我们知道丹麦跟荷兰初步提供大概是接近80架啦，那这个第一架就出师不利啊，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现在就是不知道 F-16会不会进入库斯克地区啦，做大量的，因为你这样就等于是进入俄罗斯境内哦。那 F-16很明显是丹麦跟荷兰提供的，那俄罗斯会不会对丹麦跟荷兰做出报复？这个就值得观察了，因为现在在俄罗斯境内，我们还没有看到德国的豹一坦克，因为俄罗斯就是跟德国放话，说你如果让你的坦克进来我不排除打德国啊，找你算账。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英国的坦克啊，那英国本来就配合美国嘛，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现在是有点复杂啦，因为北约的力量确实有以各种形式进来，比如说英国的技术顾问啊，那有人怀疑里面有波兰的佣兵啊，所以我觉得库尔斯克可能还要焦灼一阵子啦，因为俄罗斯给我感觉也还没有要准备在这个地方打大规模的地面战争，所以他好像还在动员，然后再逐渐集结他的部队，那接下来才要做比较大的一个战争，因为你那种占领几个居民点那个意义不大啦，那倒是顿涅茨克这个红军村这个非常关键。乌克兰如果失去红军村我认为欧美的军事专家会重新对俄乌战争做评估，觉得最好赶快结束，赶快谈和，不然后面那个局面会更难收拾。好，叶听副司令怎么看乌俄战争现在的状况了？我认为它这个 F-16坠毁有一个指标性，就是这个 F-16的它的电战系统，因为我看了那个照片，它那个 F-16有挂电战系统，电战系统里面的电磁参数可能被俄罗斯掌握，那它怎么做电磁干扰，不管是空对空飞弹或地对空飞弹失效，那会很危险，就是很危险，就被打到被击落，那飞行员可能就其中的飞机飞行员的弹射系统可能受损，你根本那个弹射系统被炸到了，你弹出来根本弹不到。目前说是被爱国者打下来，有他不自己打自己，没有？对，目前是传说。那换句话，这是他的自己换句话，他的电战系统是出了问题了。我认为爱国者会打到自己的。那有时候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有时候误击啊，有时候也有误击，是不是电战系统启动造成敌我识别的问题？你就不能把自己的飞机变成认为是俄罗斯的飞机了，你就接待，因为你敌我识别出了问题，可能电战系统干扰了，你被干扰之后变成人家可能你以为是敌机，变成这个样子，你就有打仗的时候就敌我不分，那敌我不分的那个上面的所显现的符号是俄罗斯的，或者是这个样，有可能就把它这个启动就去拦截把它打掉。问题是这个的飞弹被飞弹击中之后呢，飞行员或者受伤了，或者他的逃生系统根本就已经也受损了。你什么逃生没办法逃生啊，那根本弹不出来了，因为系统受坏。那个我们弹射系统也包括它的这个弹射的火箭，可能都没办法激发了。那你这样子，那飞行员就在飞机里面，对，很有可能。我认为这个模式可能乌克兰要做调整。对，因为如果没有做调整，你有一就有二，那会不会也造成下一次这方面的事件？你会不会接二连三？那这方面我不要完全排除。另外，我们也要知道，这个 F-16呢，它的将来这些出任务的高度、出任务的速度、出任务的航线、航路，会不会被俄罗斯所掌握？也有可能。他马上把它做归纳，归纳出来之后，在哪个地方做一个狙杀点？那狙杀点的时候，很简单，它也重复运用，它这个用这个地对空飞弹，那一个用另外模式的地对空飞弹，两种不同一交叉应用，很容易拦截下来。你不要用一个固定的，用一个固定的很容易被破掉、被破解，一破解就麻烦了。所以这个 F-16虽然是非常好的飞机，但是它的电战系统跟它的敌我识别系统那非常重要，尤其在那个这种战争那么紧张的状况，很容易造成误判。
那不是人为造成误判，系统也会造成误判。系统被干扰之后，不知道是敌是我了，就被干掉了。这个状况很可能发生。第二个事情，我讲红军村，红军村是个战略重镇。战略重镇的话，攻必克，守必固啊，就是攻着的一定要把它攻下来，因为它是很重要，它是个战略重镇。守的人他一定要固守住，这个不能丢了，一丢掉之后麻烦了，因为这个丢了之后啊，它地处一远平川，整个就下去了，就一路啊。从东到西就扫过去了，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守住，一守住之后敌人进不来，有点像摇寒之固啊，你就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就是那么窄。你这个一守住之后，敌人根本没办法过来。然后我认为那个地方，如果一旦因为只剩下8公里了，一旦俄罗斯一攻陷之后啊，那整个四通八达，那个地方是个交通枢纽。那既然是5路1铁，那这张数直接就分出去了，分兵攻击就可以了。除非你把道路炸断。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红军村对乌克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把跨区作战到库尔斯克，乌克兰过去的，我认为他不要把兵力分散，在弱势的打仗的时候，比较弱势的时候，越要集中兵力，而不要分散兵力，因为分散兵力很容易被各个击破。所以乌克兰这方面用兵是有一些问题。是，好，教授看一下，怎么乌俄战争这个战局现在如何？这个目前的情况对泽连斯基确实很不利了啊。是，刚刚有谈到红军村。因为我们打仗是看后勤补给，后勤补给跟不上去，你前面的作战部队，它的弹药、武力送不上去，粮秣啊、油料送不上去，它就没有办法再往前打了，甚至连守都守不住。所以我们一般常常在军事上都说，战争看后勤。那红军村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乌东战场，尤其是在顿涅茨克到卢甘斯克这个战线的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点。由于它的道路四通八达，刚刚讲的5路1铁，所以它可以透过铁路运输，把大量的武器弹药、油料都送到这个地方里面来，然后再往前线里面去分送，然后让乌军能够跟俄军交战中，它的火力不要居于劣势。再加上在2014年以来，那北约协助乌克兰在这个红军村、纽约村跟更往前面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这个地方建立了好几道的非常坚固的防线，可是它的防线是一个一个被打下来了。现在已经逼到这么一个重要的后勤的补给点，它是一个战略的要点，已经临近到只下8公里。接着如果被打下来、被吃下来了以后，那很明显的乌东地区的这个后勤补给就必须要往后退，往后退，它的前面的部队就要往后撤。这一撤的话，那就是整个一大片的土地就会被俄罗斯吃下来。可是当他在往后撤的时候，就背后就有这个扎波罗热，就有卢甘斯，就有这个扎波罗热跟赫尔松，所以他的那个带口就越来越窄了。这个对乌克兰的军队来讲是处于很不利的一个地位，等于是东西南都被夹了，它只剩下北部的一条通路。当时泽连斯基他就是知道他的东部战线吃紧，所以我判断他是跟美军合谋。如果没有美军的全力支持下，他打不下去库尔斯克。那他往库尔斯克打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库尔斯克当时他们打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吸引这个俄国的军力过去，对，过去，但是普丁没有中计，没有中计，这个就麻烦了。为什么？一旦没有中计那个地方不是一个战略要地那因此对普丁来说，他慢慢跟你打。因为时间对普丁越来越有利，原因在哪里？越来越进入冬天了。而普丁目前的火力都用在打击他的后勤补给线，就是往库尔斯克送的这些后勤补给线。我们看到他一直在打这个。目前普丁分2条线走，第一个他召见了5个旅的精锐部队的指挥官已经召见完了，所以他们回去以后开始会对于这一支乌军的北部的军队开始要包围了，开始慢慢打。他们打得慢，但他们不急。接着对乌克兰的全境，它的基础设施做伤害。我觉得乌克兰的情况很危急。好，确实我们赶紧休息马上回来。好，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都一直在说，之后会不会讲说，嗨，你今天悟空了吗？因为最近这个游戏超级夯，就是黑神话悟空。好，我们来看这一只猴子攻占了产业链嘛，因为连相关的供应链的股价都有上涨哦。好，我们看到国外的知名游戏布洛克 Dancing， 他有讲了一段话，我们先来听他怎么说。We need to talk about Black Myth Wukong and its astronomical, industry-changing success. This isn't just a great game. It will change how people talk about China in the video game market. It will change what people expect from the Western video game market and Japanese video game market. Made with the premise of simply making an amazing game that honors Chinese mythology, Black Myth Wukong has bucked almost every trend we see from the wider video game market. There's no cosmetic store. There's no always online requirement. It launched on day one and worked. 好，我能够想象哦，这个国外的人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游戏突然是那么厉害哦？突飞猛进。好，那这个悟空到底有多夯呢？我们看到京东它免费送万件黑神话悟空的联名礼，所以所有的人都在跟他抢着联名。那京东联名的主题月正式开跑，他们说这个加急生产了万件黑神话官方联名的周边，这个不管是 T 恤啊、抱枕啊、包包，通通送。好，这个猴子的 T 恤等30万件的周边都可以来抽，还有7000份的蟠桃跟供给各位的天命人来偷桃。好，蟠桃不就是猴子很喜欢这个，反正它就是有一些主题乐的东西。那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这个黑神话悟空的一个联名款的电单车也在洛阳这边上线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洛阳上线的这个部分之后啊，很多网友就想说，骑一下能够10万8千里吗？能够像悟空这么厉害吗？好，河南省文化跟这个旅游厅官方微博的这个视频上面有这样子的记录哦。好，我们再看到现在这个中美的交流，当然很多的这个网友都有一些热搜梗哦，像是这个戴上这个紧箍咒，世界就是我的，或是握住这根棍儿直捣天宫，或是握住这根棍儿直达公司，还蛮好笑的。然后戴上这个公司就是我的，那最棒了。我们也希望公司是我们的。好，中美交流从熊猫到猴子吗？好，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这个中国很喜欢用熊猫外交嘛，那现在是不是用猴子外交呢？所以有人说，搞这个熊猫经济不如搞美猴王经济哦。就说黑神话悟空推出了1周，销量变高达1400万套，那 Steam 每天高峰大概是200万人同时游玩。那说这个美猴王经济感觉更符合国情，也更稳妥啊。那也说确实有一个花果山旅行团，这5日4夜的西游之旅要振兴旅游业，肯定比只懂吃竹叶懒懒散散的大熊猫，我就是讲错，大熊猫更有吸引力，也更具经济的效应。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猴子感觉不管是产业链还是外交，都可以用猴子来进行。好，那悟空引领文化输出，外国的玩家恶补《西游记》，其实《西游记》也不是说很难读，但是《西游记》在我们来看就是从小读到大的一个，结果现在外国人超想要读《西游记》，这成为了中国大陆另类的文化输出吗？好，再来还有看到这个Nicole Partner 的中国副总裁曾晓峰说他在经济下行跟政策严管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款产品出来，这么多用户喜欢，对整个行业的激励作用非常的大。那本身这个产品赚多少钱，比这个赚多少钱的意义还要更大。那制作人则是说，他们希望能够让中国文化能在这个比较现代的方式来征服世界，让这个民族的好东西在全球来进行流行跟交流。那另外也看到了这个产品一旦成功了，就会有人跟进，就会有大量的人才从事这个工作。那欧美日那张曾经巨大由物质和精神编织的网络正在破碎的重整。简单来说，这个中国现在好像用猴子来拯救世界，来发动这个整个攻击。但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公共外交学会会长吴海龙，他在韩国也有谈到这个悟空哦。我们先来听一下他怎么说。最近中国出了一款游戏叫《黑神话悟空》爆火，韩国网民的热议，多数人认为很棒，大家赞赏。但是也有一些网民呢，情绪比较复杂，
认为韩国也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我觉得，不管是谁家的游戏，至少显示了东亚国家在游戏产业当中的实力和发展潜力。好，但是也有人说，为何一直讲不好中国故事呢？他说，宣传是贬义，文化才高级。因为这个黑神话的爆红，所以让西方民众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中国，并不像之前所被灌输的教育那样不堪。所以有很多人说，网络上很多妖魔鬼怪现在反而可以让西方的民众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好，当然现在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话题都有在发酵，但是黑神话悟空这个火红之后，印度舆论这个观点很突出，因为有一篇报道是说，评论文章介绍《西游记》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他们说，《西游记》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是韩国、日本、越南、东南亚移民社区的一个共同遗产的一部分。那因为印度没有任何一个大型的游戏商，所以他们现在就很着急说，那我们的游戏商在哪里呢？那我们中国这个印度这边怎么没有办法像中国、像美国这边？那很多人说，是因为大家都忙着帮美国的游戏公司工作，而不是在印度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一只猴子可以造成这么发酵的话题。亮哥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夸张啊。我坦白说比如说日本爆红的 Super Mario、Pokemon， 这跟日本传统有什么关系啊？毫无关系啊，就是流行文化嘛。那韩国的天堂跟韩国有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啊？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个扯到什么大家都开始练《西游记》，那个是华人才会去读《西游记》啦。因为我跟你讲，它81%的市场是在中国境内，海外是19%，那海外可能大部分也是华人市场啊。你说真的白种人来玩有5%吗？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夸张啦。实际上就是中国确实在3A 游戏已经做出成绩了啊。那现在至少是跟日本、韩国是等量齐观了啊。其实这个才重要啦。那至于说未来会做出什么产品，我相信现在会有很多人跟进啦。可是不一定是做猴子啦，熊猫比猴子可爱多了哦。比如说我还是热爱熊猫啊。你讲对了，熊猫，我刚才都是讲猫。本来就是啊，就是熊猫人见人爱嘛。那个不需要跟传统来结合，就是它看起来就是很可爱，就很容易有感觉。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要扯太远啦，是因为这个游戏做得好它的场景非常的细腻、精致、逼真，然后那个打斗的那个爽度啦、音效啦、视觉啦，都做得非常好可是不要扯到说什么全世界都对《西游记》有兴趣。这个太过了啦，因为我所了解的外国人不是这样在讨论的啦。是外国人在讨论的是说这是好游戏我是觉得游戏就是游戏啦，它就是流行文化的一种啦。不要就随便就说连接到中国的历史啦，那个是大陆还有这个我们这两岸四地，有人会想去山西走一走啦，甘肃、河南那个一些景区走一走，这个倒是真的所以山西现在也在规划国内旅游啊，当然会联动爆红嘛。可是真的会去的，我讲白了都是华人呐，绝大多数都是华人。就像我们偶像剧有时候拍一拍，大家也会想说，去台南看看那个景点，就是一样这个概念嘛。比如说那个冬季恋歌，那就一大堆日本人跑去韩国啊，对，就是在想走那个裴勇俊的路线那个 First Love， 对不对？对啊，就这一类的嘛。所以我说这个跟韩国历史也没有关系啦。这个真正的是你做出一个高格调的、高技术的，那大家公认是世界级别的，那是结合中国场景的游戏，大概是这样。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东西从这样的道路走出来啦。对啦，那它会连接很多产业，也是真的可是连接产业也不一定是这款游戏啦，会有很多种游戏都会让显卡啦、电脑啦、PS 啦都会跟着爆红嘛，就是这样子对，所以现在这个游戏当然很多很夯，就话题比较多了。那赖教授怎么看这只猴子？这个游戏到目前为止在线上它还是一直很受欢迎而且它还一直维持非常高的这个热度。
然后而且是在国际线的，它不只是在于两岸而已，不只是在中国大陆，它事实上在全世界的这个游戏里面，它一直还排名都在最前面啊。每一天都是几乎都是在线上玩的都超过200万，而且它已经到了应该前天啊，已经卖掉1500多万套了，而且还一直在增加中，还一直不断的在增加。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而且它是在 Steam 里面，它卖掉就已经有1300多万套，它就一直在卖，一直在卖，然后一直在扩散，然后一直维持相当高的热度。由于它一直维持高的热度，所以讨论量就一直很高。那讨论量很高，就不只是在大陆讨论量很高，事实上在海外的讨论量也就很高了。所以你就会看到，日本的一些知名的例如说动画家，他们就说，这个场景实在是太漂亮了，美到不行，他们就会列举很多的景致，他们觉得实在是太美了。然后你也看到了，像有一些这个收唱的这些英国的他们的这些歌手网红的，他们也就为了这个来做一些曲子，那也都在网络上都爆红。也就是因为网络上爆红，流量暴涨，所以就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大家就去探讨。那这样子一个推波助澜的情形下，它到目前为止这款游戏，从你看它发布到今天，热度一直没有下来，都还在继续成长中。那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游戏啊。当然它的成功就会让很多人就开始，以前我们都知道中国功夫，例如说李小龙在爆红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讲功夫，那外国人就会讲功夫，拍熊猫也要把功夫放到里面去，拍木兰，我讲是迪士尼拍木兰的也要把功夫放到里面去，功夫又变成一个好像中国的代名词一样。那如果慢慢的很多人都会讲悟空悟空悟空那你就会看到外国人都开始讲悟空悟空，那是又变成另外一个名词，也就是说他们懂了或者知道悟空是什么。我当然希望梁文杰他能说到做到了，因为他也喜欢打悟空嘛，然后就让悟空进来，让黑神话进来。目前听说台湾已经可以慢慢的正常的在网络上直接购了不用说再绕来绕去从香港、日本或者从海外买。如果能够在台湾也都能普遍的发行，我觉得台湾的这些玩家他更容易买到，那更容易上线，那可能在台湾也会掀起一股热潮。我觉得这个热潮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它往下走的一个趋势。好，叶天副司令应该没有玩但是这个猴子的效应好大。对，但我有些看一些他这些影片，我认为悟空他最重要就成功的就是他话题成功了，引起广泛的讨论、广泛的重视。那这种文化大家就我认为他就有助于他的行销。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大家的好奇心，因为大家好奇，你就要去关心一下、看一下，或者是浏览一下，那你这样子就变成一个潮流，反而变成这个暗神话，反而或者是悟空，变成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语言了。那我认为这个就变成好像个通关密语。那你如果不知道，感觉到好像是话外之人，没有跟大家这个打成一片。我认为好奇，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嘛。我认为这个悟空让大家掀起了这方面对这个电竞的这个领域的好奇心。第二个，我认为会有满足感，因为你会进阶。我每次进阶的时候你就会有满足感。我又过一关了，我又过一关了，会变成你过几关，那我过几关，变成这样，大家会比较。那这种进阶，就很多游戏让你有满足感，我认为蛮重要的。那你会不断的超越，你不断超越，不断打怪之后，那你就感觉到满足感就来了，随着你的进阶，你的提升就出来了。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好像跨越了自己的一个藩篱，跨越了自己的界限。第三个，我认为有打斗感，因为年轻人呢，一般来讲玩电竞的，你发现了70、80岁、89岁老伯伯不多，年轻人倒是挺喜欢的。为什么？打斗感啊，那打斗感很紧凑怕自己要防御还要攻击又你拿血回去，我拿血，我的血够不够了？我的武器要不要再升级？